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春天要多吃红豆，今天用2块钱的饺子皮儿搭配红豆，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吃法。经常吃，头发黑，睡眠好，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300克的红豆和饺子皮儿，饺子皮儿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把坏掉的豆子给它挑拣出来，如果不挑出来的话，会非常的影响口感。再把挑选好的豆子倒入一个大碗中，然后再倒入清水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洗好后把脏水倒掉，然后再加入清水，给它浸泡1个晚上。这是泡了1个晚上的红豆，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看一下变得胖乎乎的了。再给它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然后把它放入电饭锅里，先给它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00克的紫米放入大碗中，再准备100克的黑米，加入100克的糯米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所有的食材，给它们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给它倒出来，再倒上清水，给它们清洗一遍。现在我们的米就已经洗得非常的干净了，然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电饭锅里，接着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所有的食材2厘米的地方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把红枣，一把葡萄干放入大碗里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淀粉，往里面再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它们打湿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糊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沟壑，里面是藏纳污垢的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，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淀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够很好的吸附掉沟壑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像这样给它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2-3分钟左右，再加入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淀粉糊给它清洗掉。清洗一遍后，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然后再放入大碗里，加入清水，再把它清洗干净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厨房剪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中间的枣核去掉。红枣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等多种维生素，称得上百果之王。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对我们的身体好处还是有很多的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。葡萄干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葡萄干中含有的营养成分主要包括维生素、糖分、碳水化合物以及铁、钾、镁、叶酸等微量元素。经常吃葡萄干有助于营养的均衡。也不要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，有点颗粒感，口感更好。切好后收入碗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豆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
看一下，紫色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取一颗红豆，用手一捏就碎了，说明已经煮熟了。然后用勺子把它盛出来，装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50克的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把刚才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加进来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加入100克的大米粉，100克的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加面粉和大米粉主要是给它增加稳定性，里面的紫米、黑米、糯米都是带有糯性的，这里就不需要添加糯米粉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搅拌到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把红豆馅儿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搓成这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了，像乒乓球大小差不多，然后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取出饺子皮，6掌为1株，把它放在面板上，用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也不用擀得太大了，像这样大小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饺子皮儿一张一张的撕下来，就像做春饼那样一张张的揭开就可以了。然后取一张饺子皮儿，再放上之前准备好的豆包馅儿，在边缘抹上一层清水，这样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再用虎口慢慢的向上收拢，尽量贴合，这样皮就不会破了。把收口处捏紧实，防止漏气，然后翻过来给它稍微的团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放入蒸屉中，蒸屉提前铺好硅胶垫，中间要留点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之后再撒上些清水，防止面皮变干。开水上锅，盖上盖子，中火蒸8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来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紫色的，看着就好有食欲。像这样就已经蒸熟了。开盖后让它稍微的冷却，定型后就不会那么黏了。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装入盘中。这样非常好吃的早餐粘豆包就这样做好了。个个皮儿薄馅儿多，可以当做早餐吃，也可以当做中餐吃，而且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营养非常的丰富。蒸熟后的粘豆包放凉后装进保鲜袋里，放到冰箱冷冻保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再蒸热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